图怎么了？你有什么看不惯的？我脸上的痘痘、黑眼圈难道是天生就有的吗？我把它们 P 掉，只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我自己，你懂不懂？可是别可是了，我今天不仅要自己 P 图，还要花钱找别人给我 P 图，我们分手吧。细心的等等们可能在朋友圈里也见过各种各样的我。作为一个 P 图老手啊，我发现在万能的某宝里竟然有代 P 图业务，我必须要和他们切磋切磋。5块、10块，还有500块钱呢！500块钱一张啊！还在吗？还招人吗？我要来应聘。看看这商品图，简直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呀！像我这种有上进心的人，必然是有阶梯就是要往上上的呀！今天就来 P 他个天昏地暗。我先来看看他是什么路数啊！好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是这样：先把你想要 P 的图发给他们，然后再提出你的要求，然后他们就会根据你的要求和你的图片呢来给你定价，然后再给你返图。那我让他们 P 个什么图呢？我有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已经把妆卸了。我想好了，我就拍一张素颜，让他们给我把妆也 P 上。你们觉得有没有意思？我行呢。来啊，自拍。产品展示时间。好，最终选定了用这张。你看这张，我稍微敷一下脸，它就特别能看出来这个 P 图师的这个技术会不会，比如说把我的手 P 变形了呀？所以就要稍微有一点遮挡，我觉得更好一些。我就选择这张高贵优雅，它最好是把我背后 P 成一片海，或者 P 成什么米其林餐厅，我觉得它最厉害。OK， 我现在已经找了3家不同的店啊，分别是5块的、50块的和500块的，看到底能 P 成什么样，有什么样的差别啊？他们3家店的 P 图时长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自己玩一玩，然后等他们返图是什么样吧。第2天了，现在看到了我的妆容也变了，我的服装也变了。其实这是我拍闲的类以来最妖艳的一期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装扮的话呢，就扣1；如果你喜欢我原来那种就比较日常邻家小妹妹那种，扣2，好吗？我看一下。喜欢我这样的装扮呢，我以后就改一下风格，我就期都穿成这样，画这种布灵布灵红红的眼影。我现在已经都收到返图了，就在我的手机里。在给大家看返图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我拍的那张原图，分析一下。昨天那张原图我用的是苹果 XS Max 的后置拍的啊，它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脸上的这些晒斑，还有我这2年已经渐渐隐藏不住的这个法令纹啊。对，这2天家里来亲戚了，然后长了一颗痘，就还是红红的，也盖不大住。我觉得这张图就还有挺多的 P 图空间，你们也可以在留言区打分啊，看看你们喜欢哪个价格的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按照价格的顺序来看一下，先来看5块的。我要说一下啊，我昨天是先问了一下客服，然后客服给我的反馈是5块只能磨皮，毕竟这个价格不高。10块的话呢，可以加调色。他是很热情的给我先发了一个10块的效果图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还是选择了5块，然后这家速度就很快，从我下单一直到返图大概就用了5分钟。有一说一啊，这个磨皮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挺自然的。你看我这脸上的痘痘啊、斑点啊都没有了，像是上了一层很服帖的粉底液，就是整体看起来颜色有点暗，因为没有调色嘛。但是人家一上来就告诉我了，这5块钱只能磨皮，所以我觉得单就磨皮来说的话没有毛病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那我可以给个6分，我觉得肯定还是及格了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张啊，是50块钱的。我给这个店家的要求是，我希望他能 P 一下我的头发呀，还有我的妆容。然后他比较贴心的是，他会加我的微信，1对1的跟我聊修图的需求，方便及时反馈嘛。看一下啊，其实这个图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，我反馈过2次，他也很快做了调整。这个是我今天上午收到的返图，该说不该说，这个高光加的真挺自然的。这个颜色就比5块的确实要亮多了啊。他还给我瘦了一下脸，不过稍微显得脸有点长啊。头发跟原图差不多吧。当时我的注意力都在妆容上了，也没注意。它有点算是伪素颜妆吗？就这个口红颜色其实也是我平时不会用的那种，有点橙色的。但是它的修改速度非常快，基本上我提完要求之后，它10分钟之内就会给我反馈吧。综合以上这些原因，我给它打一个8分。现在我们到了本期的王炸了，500块钱的成品图。其实我这个下单过程就挺坎坷的，因为我的要求很简单嘛，给我的那张素颜图上妆。然后我问了很多家店，他们都跟我说啊，你这个要求其实100以内就解决了。但是我又真的很想体验一下500块钱的那种服务的感受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只能给他们增加难度了。
除了给我增加妆容之外，我希望他们给我把背景也换掉，比如说换到那种大海边儿，换到高级的西餐厅，或者是什么高级酒店的浴缸里，就是你们懂吧？啊，就那种名媛放容。终于有一家店，他最后以500块钱的价格接了我的单。然后这家店的制作时长也是最长，昨天下了单，今天中午我才收到这张反图。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值的是，他给我发了3张样片，你们先看一下。我觉得就不用对比原图了，我们直接看这3张图。我的要求啊是，比如说换衣服、换背景、换首饰，但我觉得这3张图就是给我换了个头，把我的头换到了别人的身子上。然后这个身体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，可能对我自己我太了解，所以我个人觉得不是太自然，就怎么看都觉得这个 P 图的痕迹是不是有点明显。然后我觉得这里头第1张就这个穿西装的这张图，已经是我觉得最接近我自己的，因为它其实看不到什么身躯嘛。西装这个风格其实我自己平常也穿，差距没那么大，我就觉得我还能接受。后面2张图，我说实话，都穿的比较少。首先，我自己平时不是这种风格，直角肌肉肩，就这个真的很难拥有。你健身5年不赚钱，就健身15年，而且你还得有那个先天条件，你可能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啊！就。然后你看第3张白色吊带那张，那个坐姿就是把锁骨露出来，然后就这样。不是我。这个店家强烈给我推荐中间这张蓝色穿吊带这个，首先领子有点低，感觉就是比我自己的要大一些。对，可能因为他们是设计师嘛，觉得还真的蛮好看的。他觉得 P 图就是这样的，就很多图你 P 出来，你觉得很难受、很别扭，但是你就觉得好看美啊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P 图的前后差别很大，但是他们还是会把这些图抛出来，就是他们确实觉得漂亮。我觉得可能确实是就我提的这个要求有一点点难为人家嘛。然后这个设计师还跟我说，昨天晚上接到我的单，找就是能换我头的图，找到凌晨1点多，就是他找了很多，比如说角度啊各方面，他觉得能给我搭配得上的，这份耐心还是很值得付费的。而且他自己也觉得说 P 成这样子，然后收我500块钱觉得有点高，所以他是主动跟我说就退我350块钱，说我150块钱嘛。最后让我选一张没有水印的，我就选了穿西装的那张嘛。他觉得很好看的那张吊带的蓝色的，他觉得他 P 得很好，所以送给我。我觉得做事情就是这样啊，我们作为乙方的时候，无论接到什么样的单，我们用自己的专业踏踏实实给人家把事儿做好，该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。那当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呢，不能因为大家的审美不一样，或者说你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把条件提清楚，然后后边别人反图的时候你就觉得各种不满意啊，然后不给人钱，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对的。所以无论我们做甲方还是做乙方，我们都要做按良心的那方。基于我刚才说的种种以上的这些情况，我给他打7分，努力加专业加态度，我觉得是这个分，真的。其实你们都知道，我每一次封面都是会 P 图的嘛，但也都是自己 P 自己啊。今天做这个挑战，其实也很想知道，就如果今天我把刀交到别人手里，别人会把我砍成什么样？人间真实啊！给大家 P 一张10分的来。那这就是我第一次当着大家的面要 P 图了，感觉要爆了。就我 P 图其实很简单的。你看，我手机里面有一个文件夹叫照片与视频啊，只有4整页。先打开美图秀秀，P 一下脸型，P 瘦一点。然后因为我颧骨有点高，所以我就会把颧骨往里稍微收一点。然后我的额头很长，把额头 P 下来一点。头发我每次都会 P 蓬一点，就显得我有傲人的发量。肩膀我会往下 P 一点，有的时候会稍微有点耸肩。这个手露的很少，就没什么要 P 的。脖子 P 细一点。差不多就这样，然后我会用这个面部重塑把脸整体微调一点，额头转一点点，然后眼睛稍微大一点，鼻头会稍微 P 小一点。我喜欢大嘴巴，所以我会把嘴巴稍微 P 大一点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就有痘的话，我用这个祛斑祛痘，先把这些大的都 P 掉。美图秀秀差不多就可以休息了。然后我会用 Face Turn 把我的法令纹修掉，皮肤会稍微有一点，就看起来稍微自然一些，不会那么坑坑洼洼的。P 完之后就可以年轻5岁，脸上就干净了。最后我会用 Snapseed 打开，都是我们的封面，调一下，比如说亮度，这样就差不多。我平时都会化妆，基本上不 P 妆，口红可能会稍微 P 一下，眼影什么的我是不会 P 的。打开那天天 P 图 ，P 一下口红，P 一下无关立体、暗影啊什么的，然后眉毛，棕色野生眉。再放到 Instagram 里面去找一个滤镜 ，P 一张图的话，大概会多保存出来这么多。最后这张就是我最后的反图。每次 P 图我不会 P 得很过分，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本来挺漂亮的，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今天的灯光、今天的相机，或者是今天的什么就没有把我拍得美。其实我就是像我 P 的这么美，并不是我原图那样子。对，我就是美，我就是跟我 P 的图长得一模一样。
其实现在 P 图技术已经是一门面向全人类普及的基础领域了，像我也会随身拿着美图手机。有道是发圈不 P 图，好比出门不穿裤。残忍的真相还是留给我们自己吧。我们的愿望是愿世界没有原图。大哥没文化，大哥不爱说话，但是只要你给大哥订阅，大哥教你 P 图顶呱呱。